世界10大最离谱交易，英国女王穿过的黑丝竟然成了无价之宝。卖气体年赚400万，一瓶洗澡水1.5万美元，嚼过的口香糖1.4万美元拍卖成功。这些看似毫无价值的物品，最后都以不可思议的价格出售，是不是超乎你的想象？当然，这些物品高价售出的背后也是有一定原因的，有的是名人效应带来的，也有的是为了追求情怀。本期影片，猫爷就为大家盘点一下世界10大最离谱交易。第10名，卖埃菲尔铁塔。1925年，有传闻说埃菲尔铁塔需要花巨资进行修葺，这给一名叫维克托·拉斯提格的骗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绝佳舞台。维克托伪装成一名政府人员，邀请5位废品收购商为铁塔的废钢竞标。他神秘兮兮地告诉商人，政府不想让公众知道这件事。收购商果然全都中计，为这些毫无价值的钢铁向维克托支付了一大笔定金。等到收购商们发现这是一场天大的骗局时，维克托早已不知去向。私自买卖国家财产在法国是个不小的罪名，受骗的商人吃了哑巴亏，还不敢声张。维克托躲避了一段时间，发现此事没有见诸报端，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重新潜回巴黎，请来一批新的收购商，如法炮制，又把铁塔卖了一次。这个故事的奇特之处，不在于维克托的骗术有多么高明，而是他居然把埃菲尔铁塔连续卖了2次。这个骗局似乎就为了证明那句老话，每分钟都有上当的傻子出生。第9名，卖口香糖。什么叫做名人效应？看看小甜甜布兰妮就知道了。这位美国知名歌手嚼过的口香糖，居然都可以拿来进行拍卖。这件事发生在2004年，当时一位伦敦粉丝以50英镑的价格出售了布兰妮在温布利演出期间吐出的口香糖。而在同一年，布兰妮在多伦多的一场演出后台吐出的口香糖再次被人收藏起来，然后放到网上进行售卖，最终以1.4万美元的高价成交。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这是布兰妮嚼过的口香糖，但就是有粉丝争相出手，也许这就是千金难买爷高兴吧。对普通人来说，虽然很荒谬，但猫爷最感兴趣的还是他们买回去做什么？尝一尝女神的口水就当面接吻，或者当个艺术品传给下一代。第8名，卖洗澡水。这位叫做 Belle Delphine 的网红是一个拥有450万粉丝的宅男女神。2019年，这个网红突然向粉丝们卖起了自己的洗澡水，一共500瓶，每瓶售价30美元。更离谱的是，如果你想要多买几瓶洗澡水，还得斥巨资加入 VIP 尊享会员，而最高级会员的价格是2500美元1个月。互联网的反应堪称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一面是各路网友骂得热火朝天，一面是500瓶高价洗澡水迅速售罄，甚至已经达到了一滴难求的地步，还被炒到了1.5万美元的天价。拥有几瓶 Belle 的洗澡水都成了当时圈子里有钱人的炫富新方法。这么贵的洗澡水买回家，到底要拿来做啥？摆在家里供着吗？还是拿来喝？如果喝了，又是什么味道？为了满足咱们这些穷人的好奇心，国外一小哥买了一瓶天价洗澡水直播品尝。具体过程猫爷就不细说了，反正这个勇气可嘉的小哥刚喝完1口就吐了。根据他的描述，这个天价洗澡水味道咸的简直就像生化武器。第7名，卖空气。前面2个好歹还有个实物，但你听说过有人靠卖气发财吗？浙江盘安有一位80后小伙杨杰，人称空气哥，他一年卖掉了47万罐空气，年销售额400万元。空气罐头，猫爷多少还能理解，下面这个就有点过分了。身材火辣的女网红史蒂芬通过卖罐装屁赚取钱财。据外媒报道，史蒂芬在1周之内就赚到了30多万的收入，甚至她通过2天内放屁97次，一天赚了近14万元。蒂芬究竟是如何收集自己的屁，并且将它放在罐子里保存的，粉丝也不愿意知道。不过，更多人表示疑惑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傻子愿意花钱购买？但话说回来，这位女网红的身材是真的很好。第6名，卖母乳。虽然卖母乳不合法，但在一些小圈子里其实很常见。不过猫爷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当然不能只流于表面。在一些灰色网站上，有种献祭服务，他们有完整的产业链，有中介，有买家，有平台，也有提供母乳的年轻妈妈们，她们被统称为奶妈。什么叫现挤现喝呢？想象一下，
你躺在一位陌生女性的怀里，她是一名哺乳期的女性，轻轻地撩开上衣。这个场面在婴儿的世界叫温馨和安全感，然而在成年人的世界，这只能是下流。露骨的动作绝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么这个场合就只能是在私密空间，比如你家、我家或者如家。而奶妈们提供的服务也远不止喝奶这一种，猫爷这里就不细说了。第5名，卖午餐资格。2022年6月17日，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结束，中标价格1900.01万美元，再次创下历史纪录。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始于本世纪初，2022年也是最后一届。2000年以来，该项活动共筹得善款超过5300万美元。午餐一般包括牛排、马铃薯煎饼、樱桃可乐和甜点，总价不超过100美元。按照惯例，午餐期间中标者可以任选话题，但不能打探巴菲特的下一项投资。2007年得标者之一蓝宝石基金 CEO 斯皮尔说，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改变了他的一生。其实吃什么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跟谁吃。这句曾在港剧《创世纪》中出现的台词，用来形容股神巴菲特慈善午餐颇为恰当。猫爷是个穷人，股神午餐资格的背后意义就不过度揣摩了。第4名，卖人生。只要花1美元，就能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你想不想买？你以为猫爷在开玩笑？这可是真事。2008年，美国白领麦克·梅里尔为了募集创业资金，异想天开地把自己物化成了一家公司，然后 IPO， 把人生分成10万股，每股1美元，卖给了789个人。此后，他人生的所有决策都必须由股东决定，从能不能辞职创业这种大事儿，到和什么样的女生交往，乃至于要不要做结扎手术，都得由股东投票表决。任何人都可以注册账号，交易股票，只要你认购了股份，就可以开始对梅里尔的人生指手画脚。心不心动？你觉得这个想法太荒谬？人家可是一本正经的做了10年呢。第3名，卖原味。原味交易就是通过贩卖残留着原主人味道的二手物品达到盈利的目的，而恋物癖的人群就是他们主要的顾客之一。而高校女大学生是卖原味的主力军。在跟原味交易有关的新闻里，10个有8个主角都是女大学生。这些原味物品包括穿过的丝袜、没洗的内衣内裤、带着汗味的高跟鞋等等。而他们的定价也跟现实中反着来，穿得越久越旧，味道越重，价格反而越高。但这也不是绝对，原主人才是决定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女高中生的价格最好，女大学生次之，职场女性的又是另外一个价格。而在年龄之外，颜值有时候也会左右价格的多少，长得越好看的价格越高。很奇怪，这些人明明是在交易二手物品，却挑得比找对象还认真。第2名，卖第一次。来自罗马尼亚的18岁少女凯弗伦是一名年轻的模特，她有着姣好的容貌、魔鬼的身材，在嫩模圈也小有名气。可以说，她年纪虽小，却前途无量。可就是这样一个让无数人羡慕的姑娘，竟然做出了一件荒唐事，在网上拍卖自己的第一次。在一次节目采访中，主持人问起她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想法，女孩回答说，自己在15岁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电影的女主角将自己的第一次卖了100万美元，这个情节给了她一些启发。她认为很多女孩把自己的第一次献给了男友，可当2人分手时，一切都显得太不值得。与其如此，还不如让自己的第一次更有价值。而女孩口中所谓的价值，便是拿自己的第一次换钱，再用换来的钱供自己出国读书，给父母换更大的房子。最终，这名年轻模特的第一次在网上以1700万的价格成交，花落一位香港富商。第1名，卖丝袜。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的贴身衣物接连被拍卖，拍价因世界各地收藏家们的狂热抢拍而不断飙升。多伦多收藏家芭芭拉以4500英镑的高价购入女王的灯笼裤，而女王的衬衣则被伦敦收藏家以3800英镑的价格购入。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买家以6200英镑将维多利亚穿过的一条内裤收入囊中。然而，女王的一双黑色长筒丝袜，其拍价目前就连专家都无法估计。这双黑色长丝袜制作于19世纪70年代，由纯手工缝制，上面有英国王室专用的鸟冠刺绣修饰，据说是维多利亚女王最喜欢的款式。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世界10大最离谱交易，哪一个你能接受？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